你是不是也有這樣的經驗？每天花很多時間想貼文、做圖片、剪短影片，粉絲專頁看起來很熱鬧，按讚數也不算太差。可是回頭看真正的詢問、表單填寫，甚至成交或報名人數，卻少得可憐。如果你正在經歷這種狀況，很可能不是你不夠努力，而是你掉進了我所說的行銷劇場。你很認真的演出，但台下沒有觀眾願意買票。很多人以為網絡行銷就是每天持續發文，其實沒有策略流程的發文，只是在製造更多資訊噪音。AI 當然可以幫你寫文案、想標題、做圖片，但它真正的價值不是當文案機器，而是成為你的策略倍增器。第一個關鍵洞察，行銷是一場有目的的旅程，不是隨機散步。你必須先決定目的地，才能知道該走哪條路。不要只說我希望更多人看見我的課程，而要改成未來30天，我希望透過 Facebook、Instagram 和 Line 觸及2萬人，搜集80筆名單，完成25人報名。目標一旦具體， AI 才能協助你規劃內容，追蹤 KPI， 並判斷問題到底出在曝光、點擊、環視報名表單。第二個關鍵洞察， STP 是你的指南針， AI 是你的導航員。你不需要討好所有人。以美容職業工會來說，與其對所有美業工作者說話，不如優先鎖定個人工作室與自由接案者，因為他們最需要勞健保、專業進修與創業支持。定位也要說得清楚，例如你的最強美業神隊友，從勞健保到技術升級，陪你安心創業，專業發光。第三個洞察，數據不是冷冰冰的數字，而是顧客的心聲。觸及高不代表會成交，按讚多也不代表有人願意採取行動。假如一篇 AI 工具教學貼文互動很高，卻很少人點進報名頁面，代表內容夠吸睛，但 CTA 不夠有力。你要看的不是熱鬧，而是行銷漏洞到底在哪一段漏水。第四個洞察，內容不能只靠促銷，請建立5大內容支柱：專業知識、痛點解方、案例見證、品牌故事與活動促銷。當你的內容能持續解決問題，展現成果，建立信任，讀者才會從陌生人變成願意詢問與購買的顧客。第5個洞察，每一個平台都有不同任務。Facebook 粉專負責正式曝光，社團負責深度互動， Instagram 用短影音接觸陌生受眾， YouTube 建立長期專業信任， Line 官方賬號則負責名單轉換與個別諮詢。記住，粉絲專頁是讓陌生人認識你，社團是讓認識你的人愛上你。 AI 可以是最強的副駕駛，但方向盤必須掌握在你手上。現在請你檢查自己的行銷流程，最漏水的是目標不清楚、客群不精準，還是數據判讀錯誤？找出那一個環節，讓 AI 幫你精準補漏，而不是繼續盲目發文。